拥车证价格持续上升，提高了拥车门槛。我觉得如果没有 COE 没有增长的话，他们也没有那种 motivation 来尝试租车。我们觉得有很多顾客需要一个专利的车，然后他们也不想要承担一个拥车的这个负担。当买车太贵，越来越多新加坡人开始把方向盘转向长期租车。In Singapore, there's that mandatory 40% down payment of the car itself that could go between 80 to 100K, and that's like just putting down a lot of money for a car, which could be put to better use. 本地拥车证价格涨，在8月第2轮公开投标活动中，中小型汽车组 A 组的成价达到104524元，创下自2023年底以来的新高。本地购车门槛越来越高，更多人放弃传统购车模式，转而选择长期租车。I need a car to allow me to be able to move efficiently around Singapore to do my client meetings as my role in technology sales. Also, I also need a car to allow me to respond to family emergency much more promptly. So one example was that my daughter was then 4 months old. She had COVID and we needed to send her to the hospital quickly because it was serious back then. And I either had to book a cab or to book an on-demand car itself with GetGo, and that took a little bit of time to get the car going. 陈明凯本来打算购买的特斯拉 Model 3，包括拥车证在内，约20万元，扣除40%，也就是约8万元的首付，每月贷款约1600元，这还不包括保险和路税。他比较了拥车和租车的价位后，最终选择了长期租车。In car ownership in Singapore, there's that mandatory 40% down payment of the car itself that could go between 80 to 100K, and that's like just putting down a lot of money for a car. So over a long term, I saved that 80 to 100K of that down payment, which could be put better use to, let's say, investing it to grow that fund to be for my daughter's future university funds or respond to other family emergency needs, financial needs. 陈明凯与本地共享汽车业者 GetGo 签订了1年期租车配套，月费固定约2000元。GetGo 于7月推出新的租车服务 ZipZap， 提供无需押金且租期最低为6个月的长期租车服务，最低月费约2000元。在私家租车的这个项目之内，其实增长的幅度是比较高的，从4年前大约2万左右，增长到超过3万左右，这其实增长了差不多45%，可是它的增长幅率其实是蛮高的，就显示说市场是其实有这个兴趣。我们觉得有很多顾客需要一个专利的车，然后他们也不想要承担一个拥车的这个负担，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要解决这个痛处，就是那个长期的贷款，还有其他的费用。我们是把一个月费包括内有保养、汽车保养、保险跟入税等等，所以客户只是需要还一个月费就能包括全部在内。2014年创立的汽车租赁集团 Lumens 拥有约6000辆汽车，以私造车为主。今年以来，长期租车的家用用户显著增长，如今每月新增约30名签约用户。我觉得如果我们 COE 没有增长的话，他们也没有那种 motivation 来尝试租车。可能很多人都是觉得不是很划算来买车了，所以更多本地人是来跟我们租车。第二个原因是可能世界变化，我们的 lifestyle 也是变了很多，所以很多比较年轻人，就是那些 millennials 跟那些已经在做工的 Gen Z 的话，他们对车的要求不是很大，他们对车是一个 functional 的需要，不是一个 status 的那种 symbol。Lumens 2年前推出 Lilo 品牌，专注于年轻用户群，大多数租期为1年。以基本轿车型为例，年租合约为每月2250元。一个新的趋向是比较多年轻的家庭会跟我们租车，就是有比较小的孩子的，他们也会跟我们租车，因为会比较方便。
通常可能暑假的时候，还是比较长期的话，就是因为他们需要带孩子上学。最火的是丰田，很多人都觉得是最可靠的一个品牌，他们是比较喜欢 hybrid 这车。hybrid 的车就是比较省油嘛。其实电动车现在是蛮流行的，对我们来说询问率其实是蛮高的，大概每2-3个顾客有一个就会询问一下 EV 的 model 跟品牌。我们其实会建议他在 Get Go 租个几个小时或几天，去应试看其实 EV 对他的生活习惯适不适合。消费者在选择长期租车服务时，除了租金配套，还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有些公司他们的 accident excess 很高，高到很吓人，所以如果一撞到车是很多钱的。当然我们全都不希望发生车祸，可是这种东西好像就是买保险一样，所以我们都是需要注意这个第一个最大的。押金的话，其实每个人都会注意的，几时把押金退还给你，因为有些公司是可能1个月、6个月、3个月才退还给你，所以那个你要比较注意。